个傻子也配霸占邵家族的位置？一会儿等姐发出信号，老子就冲进去把你剁成肉泥！好弟弟，你说爱姐姐一生一世，不是骗姐姐吧？不骗不骗。好，那你发誓，你要是骗姐姐，就天打五雷轰！我发誓，爱姐姐。上一世，为了帮妻子持妖成神，我闯遍死亡禁地，拿命换机缘给他。结果呢，他为了虚空法典，联合八大无帝绞杀我，导致我肉体崩溃。还好神魂附体到这具身体，原主虽然是个傻子，但好在天生神力，配上我的剑道体悟，30年，我必重登虚神界。只要你等着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这是哪儿？有杀气。你果然不爱我，那你死也是应该的。你也配算计我？死梗了，冲进去！敢动我姐，老子活劈了你！孩子，剑不是这么用的。弟弟，还愣着看什么？一起上，给我杀了他！去死吧！没想到重活一世，害自己的依旧是亲近之人，真是讽刺。陈家主，这些2品丹药作为我屠秦如月和你儿陈峰退婚的补偿。退婚之事，好说好说。族长，大事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没看见有贵客在吗？大长老的2个孙子，还有10几名铁卫，全被陈峰少爷给废了。娘，这是原主残留在这具身体里唯一的执念。陈峰，从今日起，你的母亲便是我的母亲。我会找一处风水宝地，将母亲好好安葬。至于那些害死母亲的畜生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小杂碎，还我孙儿命来！就许你残害我母亲，我就不能杀你孙子吗？你娘是个丫鬟，生了你个傻子。今天老子就把你碎尸万段，送去陪她。你这张嘴，我会彻底撕烂的。狂妄！动手，割了他的肉，祭我孙儿在天之灵。住手！陈峰，同族相残，你怎能如此狠毒？狠毒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！他们虐我时你在哪儿？现在你告诉我，他们该不该死？胡闹！纵有欺凌，也该由族规处置，岂容你私自杀人？族规？大长老掌管族规，他会惩罚亲孙子。陈天海，你少装慈悲！你以我这个傻儿子为耻，今天摆出这副面孔，不过是想在云海学府的贵客面前演戏罢了。放肆！大长老，人随你处置。小子，看来今日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了。你有病，我能治好你。怎么到了穷途末路想找我帮忙？你天生寒骨，每逢月圆，经脉如堕冰窖，痛不欲生。我说的对吗，江小姐？满口胡言！拿下他！住手！谁也不准动他！
知道。你修炼寒系功法虽快，但寒气已侵入心脉，最多还有2年可活。但我能治。你能治？说吧，要什么条件？先把这老家伙的嘴给我撕烂了。哼，在陈家之内，还没人敢动老夫。1巴掌可不够，我要的是你撕烂这老狗的嘴。你是在命令我？只有我能救，做不做随你。老狗，当年你逼死我娘，今天先收点利息。等着，我会让你也体验一下失去至亲之人的滋味。剑魂觉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孙儿天狼的剑魂体质终于觉醒了。区区蛮山镇竟然能诞生一位剑魂之体，剑魂觉醒，意味着他将来注定成为剑中皇者。陈峰，你刚才彻底得罪了大长老，一旦陈天狼出关，你活不过3天。剑魂之体又如何？我辈修士自当横推一切敌，只有我能救你的命。要不要跟着？随你。帮我守住门口，我闭关期间，任何人不得闯入。我叫你，你必须立刻进来。陈峰，你真把我当成你的丫鬟了？别忘了，我是云海学院的导师，你何时帮我治病？3个月内，等不及，你现在就可以走。这不是五行杂灵根，五行均衡，道连为底，这是天生亲近大道的先天道胎，难怪原主会变成婶子。先天道胎乃是天道不容的万古第一体质，凡人肉胎根本承受不住这等气运。吃药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不仅没死，还得到了这万古唯一的先天道胎。有此神体，何须30年？10年，我便能杀回虚神界。可惜常年累月的毒药折磨，让这具身体的灵根受创严重，必须尽快炼制复灵丹，修复伤势。江一，进来。怎么，还没开始修炼就先吐血了？叫我进来做什么？去帮我买些药材。木缘根、蓝茴草、珠玉果、天寒草，外加2颗火灵玉果。火灵玉果生长在岩浆边缘，一颗便价值上百两白银，我身上只有几10两碎银，买不起。拿纸笔来。你还真把我当丫鬟使唤了。快去。这是4品丹药玉露清心丹的完整丹方，连失传的3叠控火法都有。这张丹方足够你换取1万两白银，去蛮山镇的醉宝楼，把我要的药材买回来。你到底是谁？随手抛出一张4品丹方，你可知道这在宁国会引起多大的争夺？不该问的少管，去办吧。这位姑娘面生得很，来我醉宝楼是想买些什么？还是……我想拍卖一张丹方。哦，拍卖丹方，不知是何品阶？若是寻常的1品、2品，我醉宝楼可不收。4品丹方，完整无缺。姑娘，莫要开玩笑，整个宁国能炼制4品丹药的炼药师不过10人，你拿4品丹方来拍卖，莫非是来砸场子的？云海学府导师江阴，我要求见你们这里等阶最高的炼药师，立刻，马上！云海学府导师，唐姑有眼无珠，大人恕罪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立刻开启传送阵，联络盐城总部，请盐城首席炼药师大人亲自鉴定，快去！池瑶，你做梦都没想到吧？你心心念念的虚空法典，最终还是落在了我的手上。这是哪里？以龙髓为力，以龙鳞为肤，以龙躯化体，以龙血断骨，9龙灭神诀，不愧是太古第一功法。爽！108条经脉尽通，接下来便是凝聚灵海，跨入宁海境。唐姑，何事如此慌张？竟动用传送阵将老夫从盐城请来，在这偏僻的蛮山镇，能有什么4品丹方？魏老，您请看。这药理配比妙啊！木缘根与蓝茴草3七分，以天寒草中和药性，还有这控火印诀，这是早已失传的太古3叠控火法。江小姐，这张丹方到底是谁写的？这位炼药大宗师现在何处？快带我去见他，老夫要拜他为师。
大宗师，魏老，您是说写这张纸的人是炼药大宗师？何止是大宗师，此人的药力造诣超越了当今丹王林朝歌，他是活着三神。陈峰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？江小姐，那位大宗师现在何处？求您务必为老夫引荐。他是我的一位朋友，脾气有些古怪，引荐之事我得先去问问他。好，劳烦江小姐了。另外，这张单方老夫愿出10倍的价格，10万两白银买下来。10万两？江小姐千万莫要忘了，老夫极想与那位小游交个朋友。老家伙，这传音符价值连城，非万分危急不可动用。你遇上什么麻烦了？路主，我发现了北玄剑帝当年留下的丹方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是北玄剑帝所创的4品丹药天蚕续命丹。这怎么可能？丹方在哪儿？是谁拿出来的？还在等消息。查，立刻去查！老夫现在就亲自赶赴蛮山镇。虚空法典里的9头巨龙，就真的化作尸体潜伏在我的灵海中。9龙灭神诀，原来是以真实的龙力为基础。给你，我堂堂云海学府导师江家大小姐，你真把我当成你的跑腿下人了？你身上的气息，你打通108条经脉，踏入宁海境了。侥幸突破。侥幸？我当年用了5年，你只用了2个时辰，你是怪物吗？丹炉呢？空间戒指，没见过吧？一个破戒指就能让你得意成这样，你的心真够小的。你这张嘴早晚被人撕烂。对了，魏墨大师出了10万两买你的丹方，他指名道姓要见你。不见。你疯了？那可是10大炼药宗师，有他护着你，陈家绝对不敢动你。没空。哼，不知好歹，我看你拿什么对抗陈家？怎么，改变主意，打算去抱魏大师的大腿了？再帮我跑一趟，送封信去陈家。你真把我当丫鬟了？战书，你疯了！5天时间，你要单挑觉醒了剑魂的陈天狼？有问题吗？送信去吧。疯子，彻头彻尾的疯子9阴魂火炼丹，开始吧。陈族长修炼了几十年，还停在画像境5重天，这等垃圾天赋，岂配做这一族之长的位子？天狼，陈峰那个小杂碎杀了你堂弟陈修和堂妹陈雪，连爷爷的脸都被他打成这样，你绝不能放过他。爷爷放心，我会亲手把陈峰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捏碎。大少爷，外面有人送信进来，说是替陈峰送来的。拿来看看。5日之后，上门取陈天狼首级。这个废物，他真以为什么人都有资格挑战剑魂之体吗？一个跳梁小丑罢了。不过，如今我觉醒剑魂，接下来挑战者不会少。传我命令，5日后在盐城设立生死挑战赛，谁想踩着我的尸体上位，尽管来。哈哈哈哈！效仿当年北玄剑帝的无敌路，孙儿果然霸气。这是何等灵根出世，连我都看不透。
大意了，没想到这先天道胎竟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天地异象。不过，总算踏入了宁海境。你走吧，陪我出门一趟。去哪儿？寻剑。我倒是谁？原来是被我陈家赶出家门的一条狗，现在居然敢大摇大摆的来武者访会了。老东西，劝你把嘴放干净点，不想再挨嘴巴子了吧？小畜生，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剁成肉酱！名剑，要你们店最好的。老板，给我来一把最好的名剑，我也要。两位来对地方，这3把是我店里最好的名剑。普通，普通，换。杂质太多，换。好剑，华而不实。还有吗？这位客人，这3把已是本店镇店之宝，你还看不上？还有吗？有一把，但只怕你不敢要。这把剑5品阶，名为天丛云，是一把妖剑。曾有5位画像境的剑修买过它，但不到1个月，全部暴毙而亡。一把被诅咒的破剑，小畜生，你若想早点死，大可买回去。这把剑，我要了。这把剑，我要了。成了！你竟然真的驯服了这把妖剑！这怎么可能？连宁海境9重天的大长老都被震飞，他一个宁海境1重天的废物，怎么做到的？这小子是个异类！该死的小畜生！凭什么？凭什么这等神兵会落入你的手中？没想到来到这盐城，居然碰巧能遇上这种绝世好剑，当真是一个天大的收获。如月师妹，看来我们的运气还真不错。虽说是一把妖剑，但这把妖剑却已胜过宁国无数名剑。这把剑应当为我所用，方才不会埋没了它。居然是剑皇大人的2大高徒，居高明和秦如月，天骄榜上的绝世天才，他们怎么会来蛮山镇这种小地方？你忘了，陈家的陈天狼觉醒了剑魂，剑皇大人有意收他为徒，这2人定是来带陈天狼去皇城的。老夫陈家大长老见过居公子、秦姑娘，2位能来，真是让我陈家蓬荜生辉呀！居公子、秦姑娘，实不相瞒，那把天丛云剑本是我陈家先祖留下的神兵，却被这个陈家弃子强盗陈峰强行夺走。老夫本想阻拦，却被他用妖术打伤。2位是剑皇高徒，还请为我陈家主持公道，收回此剑。你叫陈峰，把剑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这把剑不属于你。滚！小子，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？我说，滚！如月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江导师，你也在？你不是在剑皇处修行，怎会来盐城？剑皇命我前来，他已决定收陈天狼为徒，
我来带他入皇城。剑皇居然真要收徒了！如月小姐，我是天狼的爷爷，剑皇大人真要收他为徒？自然，天狼觉醒剑魂，宁国仅此3位，剑皇惜才，特收其为徒。天佑我陈家，列祖列宗显灵了！陈峰还不把剑交出来！一个宁海一重的废物，配用这等神兵？老东西，自己扛不住煞气，怪我无能便闭嘴。小杂碎，你找死！这傻子当年和秦如月还有婚约呢，如今云泥之别，一个废物也配得上凤凰？你就是陈峰，杀了陈凌雪和陈修那个。怎么，要替他们报仇？他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你虽不再痴傻，但那又如何？我天生剑魂，17岁变成大剑修。你可见过一剑断山岳？可见过御剑9重天？这些你一生都触碰不到。平庸过完一生挺好，你要明白，有些人你没资格奢望。你说的有些人，是指你？是，别抱幻想了。今日我来，便是退婚。婚约解除，这是休书。这1000两是补偿，够你平庸一生。堂堂陈家少爷，竟然被女人休了，真是古今奇闻。前世纵横9天，今生竟被井底之蛙退婚，当真讽刺。认清现实，做个凡人挺好。放肆！秦如月，你太自负了。人外有人，区区剑魂还不够资格在我面前狂妄。你别以为撕了这休书就能赖掉这场退婚，你与我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。这婚我是退定了。你这么着急找我退婚，想来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？唐龙，当今宁国圣上的3皇子，5岁觉醒太阳灵根，6岁练剑，10岁贯通所有武道经脉，达到宁海境，13岁破入画像境，16岁领悟剑意，成为剑道宗师，如今25岁，已是宁国天骄榜第1人。他不仅拥有比剑魂更稀有的太阳灵根，天生掌控万火，更是4品炼药师，剑道与丹道双修，绝世无双。25岁的4品炼药师，这简直是万古妖孽啊！难怪秦如月要退婚，跟3皇子一比，陈家这个前任少主连地上的泥都不如。他才是我秦如月该嫁的天骄，而你不过是个平庸的废物。我与他才是真正的龙凤结合，注定翱翔9天。至于你，此生注定是井底之蛙，我们终究是2个世界的人。龙与凤罢了，你想退婚，这婚我可以给你退，不过不是现在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抱有什么幻想？你想拖到什么时候？5天之后，盐城挑战赛，等我打败了陈天狼，我就当众给你退婚。不过你记住，不是你向我退婚，而是我向你退婚。不是你休我，而是我要休了你。打败陈天狼，他虽比不上我，但也是觉醒了剑魂的天才。凭你，不觉得可笑吗？5天之后，你自然会看到，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笑话？好，那我就给你5天时间。至于谁休谁，天下人心底自然有数。1000两银票，这把剑我买下了。江阴，我们走。站住！秦如月的事谈妥了，但你手中的剑可还没谈妥。放下剑，任你离开，否则今天你断然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走出这道门。这剑是我先买下的，钱也付了，碍着你了。哼，以你这种废物，配不上这把剑。把剑留下来，我出2000两买下，够你赚一笔了。如何？想要我手中的剑？好啊，1000万两，你拿走。小杂碎，你敢耍我！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
宁海境8重天。小杂碎，我非宰了你不可！江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江老师，您这是？江小姐，你是不是受到这小畜生什么要挟了？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要为他出头？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私事，与云海学府无关，与我背后的家族也无关。陈峰，今日我保定了，谁动他，就等于对我动手。我们走。没想到你刚刚会出手。你若是被人给打死了，那我岂不是要在2年后陪你一起去死了？哼，放心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那你什么时候帮我治病？等5天之后，挑战赛结束，我就帮你治病，到时候便还你自由，如何？好，不过5天之后，你有把握吗？对方可是剑魂灵根，放眼整个宁国，除了剑皇大人与秦如月之外，他是仅有的第3位。谁知道呢？你这回答这么敷衍的吗？喂，你干嘛摸我头啊？今日生死擂台赛，凡30岁以下者均可上台挑战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开始。上来受死！在下王阳，特来请教。不用告诉我名字，因为将死之人的名字我是记不住的。下一个，在下雷苍，前来请教。依旧只是废物。还有人吗？偌大的盐城，连个有胆量的人都没有了吗？一群懦夫！那陈峰说要来挑战，如今连头都不敢冒，终究是个废物。我来。哈哈哈！这小杂碎居然真的敢来送死！少爷，傻丫头，以后没人能再欺负你，在这儿等我。少爷加油！天狼，别让他死得太痛快，先把这小子的4肢给老子砍断！我要让他跪在擂台上，给凌雪和陈修忏悔。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作为陈家的一份子，我会好好招待你的。你还是别笑吧，你笑起来挺丑的。我会把你这嘴给撕烂的！希望你有这个本事。江小姐，老夫找你找的好苦啊！你上次说要帮我引荐的那位提供古丹方的大宗师到底是谁？他在哪儿？喏，他在那儿。是他！这小子怎么跑到生死擂台上去了？这下坏了！看你能挡几招！怎么可能？
陈天狼的招式全被看穿了！该死的杂碎！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与我之间的差距！给我跪下！我错，闹了半天，这小子才仅仅是宁海一重天。等等，不对劲，他才宁海一重天，那他刚才是在直跨8个小境界，在跟宁海9重天的陈苍浪越级战斗。这家伙刚刚一直都是以宁海境1重天与陈天狼拼得不相上下的吗？直跨8重天，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当年我在皇城以宁海境3重天挑战5重天，打得衣衫尽碎，浑身浴血，方才取胜，便被称为绝世天才。可这家伙居然在直跨8重天战斗，这混账家伙怎么可能变得这般厉害了？不，我不相信，我绝不相信！青狼高手！楼主，你能看出什么问题吗？这场战斗简直就像是一名顶尖的武道至强者，在压低着自己的境界，与一名宁海境的小鬼战斗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这小子的战斗经验太可怕了。江姐姐，少爷好像快赢了。不，还没有，刚刚只是热身而已。你别忘了，陈天狼是剑魂之体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他可还没动用过剑术。现在才是最为关键的生死之战。你真以为你已经赢定了吗？罢了，本来这张底牌是打算留着斩杀皇城之中那些天才时才动用的，现在只好先拿你来祭剑了。这是灵虎剑，人间上品名剑。哼，这场战斗现在才仅仅只是开始而已。除非是秦如月这些天才出手，否则今日没人能挡得住天狼的剑。师弟，就让对方看看我们剑魂之体的强大之处吧。这家伙他在凝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他已经领悟到剑势了吗？他才20岁啊！陈峰，快动手，别给他机会啊！少爷，您赶紧动手啊！剑士吗？剑士，这居然也是剑士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废物居然也会剑士。这股强大的剑压，恐怕已经达到了大成了吧？小杂碎，我宰了你！给我死！寒光剑诀，一剑断红！七星剑诀，一剑星芒！谁赢了？
实跨8重天，一剑击败剑魂灵根。我宰了你！暴雪丹，这种压榨潜力、损伤灵根的禁药，他怎么会有？死吧！暴雪丹吗？他凝视的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我已经吞了暴雪丹。剑魂灵根不是你骄傲的资本。要想成为最强的剑修，必须拥有一颗千锤百炼的剑心。你刚才若停手，我还会高看你一眼。可惜，你不惜代价动用暴雪丹，说明你心里已经对我产生了恐惧。输并不可怕，唯有恐惧才是最为无能的表现。可惜，你已经没机会了。住手！小小年龄真是伶牙俐齿，就你这种五行杂灵根的废物，也敢在我徒弟面前妄谈剑心，真是可笑。见到本座，居然不跪。小小年龄能够领悟到剑势，确实厉害。不过可惜，你的灵根五行俱全，杂乱不堪。就你这种五行杂灵根，一生都无法在剑道之上走得太长远罢了。不过你能凭借着五行杂灵根就领悟到剑势，就证明你有着不低的悟性。这样吧，加入我的剑雨阁，来当我的剑士如何？要我给你当剑士，就你也配？不愿意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丹王林棹歌，堂堂一代剑皇，这么欺负一个小辈，似乎有些过分了点吧？本座想要教训什么人，并不关你的事吧？现在就关我的事了。你不要的天才，我们丹楼要了。哦，你想要收他为徒？不，我没资格收他为徒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们丹楼的副楼主了。林朝哥，今日之事，我就给你一个面子。不过，今后若是他不小心死在什么地方了，可就不关我们剑雨阁的事了。我这位副楼主若是不小心在外面出意外死了，你的那些高徒日后在外行走也得小心了，否则出了变故，也同样不关我们丹楼的事。林朝哥，你别太得意了。3个月后，便是2年1届的玲珑玄黄池的归属争夺战了。希望到时候你们还能像现在这么豪横。哼！等下。秦如月，你不用一直以一副高傲的姿态面对我，真以为我很乐意攀上你吗？从今日起，不管你秦如月多么的天才，多么的漂亮，我陈峰与你秦如月都再无任何关系。你被我休了，老子不稀罕你。好，这封休书我接了。陈峰，你别以为打败了陈天狼就能与我平等，低贱之人终究飞不上天。
若有胆量，就来皇城找我，我会让你明白，谁才是你注定仰望的人。你，陈鸿生，欺压族内子弟，德不配位。今日，我替陈家铲除祸害。陈峰，回来吧！从今日起，你就是陈家族长，整个陈家都是你的。掌控陈家，陈天海，你以为我现在很稀罕这个位子？我说过，我与陈家再无关系，生不是陈家之人，死不入陈家祖祠。小友，请留步。有事。今日一战精彩绝伦，不知小友可有空闲，到我醉宝楼坐坐？好。跨越8重天杀敌，领悟剑势，陈峰兄弟真是万古不出的天才。林前辈谬赞，今日出手之情，陈峰记下了。小友客气。老夫有个疑问，你之前托江小姐拍卖的那张丹方，可是北玄剑帝所创？你获得了他的传承？我并未得到北玄剑帝的传承，只是偶然得到这一张丹方，仅此而已。无妨，我说过的话依然算数。这枚副楼主令你收下，今后凡是丹楼产业，你皆可调动。多谢。盐城太小，皇城才是年轻人的天下。我会在皇城等你。皇城，我自会去。等我把这里的尾收干净。楼主，你真的相信他的话？这小子随手就是一张4品丹方，若不是得了北玄剑帝的传承，岂会如此大方？有没有传承，他心底最清楚。不过，就算知道了，难不成我们还能抢回来？难道不可以？他再逆天，也只是宁海境，以楼主的实力，收拾他轻而易举。收拾他不难，但你真以为他是软骨头？今日擂台，剑皇萧时雨亲自出手施压，他宁死未曾服软半句。你信不信？就算把他扒皮抽筋，他也绝对不会吭一声。你能从他嘴里撬出东西，这好像有点道理。这小子确实刚烈，那我们就这么放弃了？先别急，先拉拢对我们只有好处。就算没有传承，他能把剑魂灵根压得死死的，也是个难得的妖孽。至于传承，来日方长，指不定将来能找到他的软肋。你是不是真的获得北玄剑帝的传承了？没有。我不信，随手写4品丹方，还能看出我的灵根问题。今天又把陈天狼打成那样，你肯定得到了。你爱信不信，没人求你相信。你说话一直都这么拽的吗？擂台一战伤势不轻，但太古龙族的功法最变态的便是这恢复力。破！还不够，再来！一步3重天，遇上画像境，也足以正面斩杀。功法还未修炼至断皮境，无法辟谷，该去找点吃的了。江阴，往日他都会在门外护法，
今日怎么没动静？出事了！月圆之夜，寒谷发作了。这小妮子居然硬扛着不提醒我。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松手！我是在帮你镇压寒谷。先天道胎，五行齐聚，转。放心，没人动你，帮你压制了寒谷而已，不然你能睡得这么死？治病就治病，你脱我外衣做什么？大姐，隔着那么厚的衣服，我怎么找穴位啊？昨晚为了逼出你经脉里的寒气，我差点把灵力耗空。多谢了。暂时的，你现在修炼的功法太垃圾了，根本镇不住寒谷。我修炼的乃是家族顶级兵系功法，你居然说垃圾，你说话未免太狂了。我有一套更适合寒月灵根的功法，练了它，修炼速度提升10倍，还能自行镇压寒谷。爱练不练，别人求我传授我还不乐意。慢着，我练。信我就对了，先把外衣脱了，只留贴身中衣，躺在床上别动。你休想！若是你想以此做要挟，我宁死不从。你想哪儿去了？这门功法经脉路线截然不同，差之毫厘就会走火入魔。我必须亲自指引灵力运转路线。我要是真想看，昨晚你昏迷的时候早就看遍了，还用得着现在？行，不直接接触，你保留贴身中衣，我用这根筷子代替手指，隔衣点穴，这样总行了吧？那，你先出去，等我准备好了，再叫你进来。快点，我时间有限。你可以进来了。韩熙坐好，我传你九阴寒诀的第一圣心法。好。九阴之气汇于丹田，过神阙，通巨岳。顺着我的引导，将乱窜的灵气引入5道经脉，不要让它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。可以了。怎么样？这也太神奇了！我卡在画像境8重天足足2个月了，刚才修炼了2个时辰，居然直接突破到了9重天。你现在只是刚对九阴寒诀入门而已，要想靠自己真正压住寒谷的发作，至少得修炼到第4种心法。我明白。给你提个醒，在你没练到第4重前，最好继续跟着我，因为目前为止，只有我能解决你月盈之夜寒谷发作的问题。你要去皇城吗？等我将最后一件事忙完，我就上皇城去看看。盐城毕竟太小，资源匮乏。接下来你还有什么事？我得先把我母亲的灵位搬迁了，她葬在北边大山的乱葬岗里，这一直是我的心结。找到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遗骸呢？陈峰，会不会是你记错了地方？
不可能！这块灵牌是我当年亲手设下的，字迹也是我写的，绝不可能错。连死人的遗骨都不放过，陈天海、陈鸿生，你们这群畜生！陈峰，你冷静点。现在你要怎么做？回陈家，找陈天海问清楚。若是这件事真的是陈家干的，那陈家整个家族都不必留在这世上了。你来了，看来你已经去过北山了。我母亲的遗骸在哪儿？你母亲的墓不是我们动的。哼，整个盐城除了你们，谁会去动一个苦命女人的坟？陈天海，她终究是你名义上的妻子，连死后的遗骸你都不放过。陈峰，一直以来你都觉得是我们害死了你母亲，但实际上你母亲的死并非我们所为。到现在你还想撇清关系？你母亲确实是抑郁而终，但她日夜思念的人不是我，而你也根本不是我陈天海的儿子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当年你母亲姿容绝世，那晚我借着酒意想硬闯她的闺房，但推开门的瞬间，我看到了她。那等封天彻地的修为，绝非宁国之人。后来盐城附近出现了强大到我无法仰望的神秘势力，想必是冲着他来的。为了不牵连陈家，那男子独自离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再后来，你母亲对那人念念不忘，最终郁郁而终。我见他心中始终没有我，一怒之下便漠视了你们母子在陈家的境遇，这是我的错。那遗骸呢？你母亲死后，我曾偷偷去祭拜，那时坟墓便已被挖开。我想，应该是当年追杀你生父的那些仇家找不到他，便迁怒于你母亲的遗骨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既然不是陈家所因果，便到此为止。孩子，陈家虽然对不起你，但毕竟养育了你17年。如果有时间，回来多看看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有时间再说吧。所以，你真的是某个绝世强者的儿子？强者？未必吧，谁知道他能有多强？说不定他仇家满天下，早就被人给干掉了。这倒是省得我以后亲自去揍他。那你母亲的遗骸，你打算怎么寻找？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那些人既然是他的仇人，实力必定极强，只能慢慢找了。少爷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呀？去皇城，听说那里很大，很好玩。好耶！少爷去哪儿，宝儿就去哪儿。喂，江音，到了皇城，把宝儿筛进你们云海学府吧。云海学府可是宁国第一学府，招收极其严格。你以为什么人都能随便进的吗？你不是找师吗？走个后门啊！我没那实力。有的，你要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的。滚！老大，这两个女的姿色绝佳，咱们在这深山老林里……闭嘴！想死别拉上我！那个宁海境的小鬼，眼神怎比画像境的强者还要可怕？之前在盐城，萧时雨提过玲珑玄黄池争夺大会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宁国2年1度的超级盛事。皇城有一座天然的玲珑玄黄池，内蕴玄黄之气。玄黄之气，若能得此物，九龙灭神诀的第一重断皮剑便能圆满，凝聚出真正的龙鳞。此气能淬炼体魄至金刚不坏，更能让灵力蜕变。为了争夺此地，宁国各大势力常年内战。后来皇家定下规矩，各方派年轻天才进行无规则厮杀，胜者独占当年玄黄池的使用权。难怪丹房林朝高听到此事，脸色那么严看。丹楼炼药天下无双，但武道孱弱，历届派出的天才
9成都死在了剑雨阁手里。这2大势力已是血海深仇。2大势力死斗，不断消耗底蕴，坐收渔翁之利的自然是黄沙。这制衡之术玩得不错。丹楼招揽你，就是想借你的手，在玲珑大会上杀穿剑雨阁的天才。各取所需罢了。萧时雨在盐城的账，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。叶儿，救我！二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二哥，你快停下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以你通天境的修为，谁能把你伤成这样？不对，你一向高傲，绝不会向我求救。你到底是谁？好妹妹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既然来了，就多留一会儿吧。调虎离山，你们的真正目标是陈峰。不对劲，江家是皇城大家族，他哥哥若真被打成重伤，怎会向妹妹求救？正常情况，定是让妹妹先逃，这分明是死局。既然都杀到这里来了，何必鬼鬼祟祟？少爷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没事，有我在。果然是调虎离山之计，反应速度还真是够快，连续好几招暗袭都被躲过去了。你也别小看了他，毕竟他可是能够打败剑魂灵根的天才。若是太小瞧了，可是会栽跟头的。三命画像镜，好大的手笔！别看了，小子，那个美人已经被我们拖住了，你最后的生存机会已经被我们断了。你们可真是看得起我，特意玩出这么多的花样，就为了杀我。不用谦虚，你值得我们这么做。3位大人都是画像境的强者，而我只是宁海境。临死之前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是出自哪个势力的？要死也得让我死个明白嘛！哼，没事，你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去吧，这样挺好的。嘴巴还挺严。那么该送你上路了，动手吧，速战速决，宰了他！风，天极之盾，七星剑法，一剑星芒。大剑修，17岁的大剑修，难怪能废了剑魂之体。追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！对不起，少爷，是宝儿拖累了你。别说傻话，就凭他们3个还留不住我。只是带着你，难免束手束脚。这是引灵草的枝叶，能掩盖你身上的人气，妖兽和追踪者都很难察觉。少爷，你要去哪儿？一直被狗跟着，总归是个麻烦。我把他们引开，彻底解决掉，安静待在这里。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绝对不要出来，明白吗？宝儿明白。少爷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这小子虽说是大剑修，但毕竟是初出茅庐，连隐藏行踪这种最基本的丛林常识都不懂。顺着脚印追，他跑不掉的。那边快拖不住了，速战速决！跟上来了吗？那么猎杀开始了。
气息消失了。这小子不过17岁，身法怎么如此诡异？大哥多虑了，一个温室里长大的少爷，面对我们3名画像镜的追杀，估计早就吓破了胆，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罢了。走。这第1条命，我收了。三弟，一剑秒杀画像镜一重天，这小子的剑太快了，我们太轻敌了。老子发誓，今夜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但愿如此。追，绝不能让他有任何生还的机会。又不在这儿，这小子简直像个幽灵。想故技重施，我看你往哪儿躲！没有动静，难道他逃到前面去了？走。二弟小心！秘术，百花铃兰。我的手！这是什么诡异的武学？很意外吗？说句实话，玩这种丛林猎杀，你们还真不够格。接下来，该结束这场游戏了。动手！一起宰了他！小畜生，我宰了你！火煞龙影！七星剑诀，麒麟之势！谁派你来的？说。想知道吗？你不配，真是犯贱！这就是妖剑的侵蚀吗？封印状态下，血煞之气竟也如此霸道。3个画像镜，全被你杀了。不然呢？难道坐以待毙？我刚才甩开了追兵，看这些人的身法和兵器，极有可能是剑雨阁的暗影杀手。剑雨阁吗？这笔债我记下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前面不远就是大天郡，那里鱼龙混杂，且有圣龙商会的云船停靠。到了那里，剑雨阁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动手。走。好快，好狠的剑！3个画像镜，竟然连一个宁海境4重天的小鬼都抹杀不掉！这群废物！大人，这小子的成长速度太恐怖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要不要追上去，在云船上动手？蠢货！你知道云船背后是谁吗？那是圣龙商会。圣龙商会富可敌国，网罗天下强者。敢在他们的云船上见血，不管你是谁，都会被当场扔下9天云海。那我们立功不成，只能如实上报剑皇大人了。走。
听说了吗？那个名声响彻宁国的第3位剑魂之体，还没大展宏图就被人给废了。听说了，据说是被蛮镇一个叫陈峰的小子给打败的，真是可惜了。本想去会会那剑魂，竟被人捷足先登。打败剑魂算什么？更让我觉得可笑的是那位皇城江家的大小姐，堂堂江家大小姐，居然给那个陈峰当了奴仆使唤，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。什么大小姐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那个江阴不过是江家族长4房小妾生的庶出，4房的地位天生就是给人当奴仆做小妾的命。他跟着男人跑，那叫本性难移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们就去买船票。走吧。少爷，您看，那些好高好高的大山，现在变得像蚂蚁一样小了。站得高，自然看得远。宝儿，等你以后踏入天人境，便可不接外物，灵虚御空。这宁国不过是沧海一粟，上至9天虚神界，下至深渊地府，那才是真正广阔的大世界。宝儿一定会努力修炼的。不用拍了，老夫时日无多，能再看一眼这大好河山的机会，看一眼少一眼了。爷爷，您别说丧气话，我们一定能找到神医治好您的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挖了你的眼睛！小兰，莫要无礼！老夫教过你多少次，灵台需宁静。你若压不住这一身逆气，迟早遭其反噬。是，爷爷教训的是。爷爷，我给您渡气。住手！你若这一掌按下去，他原本还能活1个月，现在就只能活3天了。你敢咒我爷爷，信不信我宰了你？盲目渡气只会加速他心脉中阴寒毒素的蔓延，不信你大可一试。这位小兄弟能否问个姓名？陈峰，原来是那位在盐城击败剑魂之体的天骄，难怪有如此气概。老夫很好奇，小兄弟是如何看出老夫体内有毒素的？双脚虚浮，脸色泛青，眉心俱上，吐出的血带着极寒阴气。若我没看错，你中的是天下最无解的剧毒——北疆尸毒。看出尸毒又怎么样？我估计你只是多看了几本古书，碰巧认识这个尸毒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小兰，住嘴！小友真是好眼力，老夫佩服。不过，小友既然能看出老夫的病，不知您还能否看出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以及你眉心之间那股猩红之煞的浓郁程度来看，我想你中毒至少也有大半年了吧。虽然你的修为足够高，暂时能够压制住尸毒的蔓延，但随着时间一久，若是没有解药，即便你修为再高，也控制不住那尸毒了。并且你们身上都带有一点淡淡的杀气，尽管有意收敛，但依旧难以全部遮掩住。我想你们应该都是出自宁国的将门，并且军位不低。先生法眼如炬，老夫敬佩。爷爷，他只是运气好，猜中了而已。您至于行这么大的礼吗？我们穿着不凡，再加上那气质，常人都能看出我们是出自将门了。有种让他再猜一下我们的名字，他要是能猜出来，那才算他厉害。哼，说不出来了吧？爷爷，看到了没？他根本就是在糊弄你。闭嘴！莫要冒犯先生。实不相瞒，老夫乃是宁国皇城的夏问天，这是老夫的孙女夏芷兰。夏问天，宁国的那一位青衣军神，3000铁骑大破敌国3万兵力，一人镇一国的传奇。半年前因年迈体衰告老还乡，没想到竟是因为中毒。先生，
您既然知道老夫的病，那您可懂治病的方法？只要先生治好老夫，无论任何要求，老夫都是能够答应你。爷爷，你也太高看他了吧！连皇城那些在医道钻研无数年的名医都无法救您，他能有什么本事？北疆尸毒源于极北之地，当地原住民以蛊虫寄生在北疆人尸体之上，吸食阴寒之气，再与秘药融合，一旦沾染，寒气侵蚀五脏六腑，神仙难救。不过你体内的毒还未彻底侵蚀心脉，要救倒也还来得及。先生，求先生赐予解毒之方。我确实懂治病之法，但是因为你孙女的态度，我很不喜欢，所以我不想治你。江一，宝儿，回船舱。不做就不会死。爷爷，他也太目中无人了。您可是一代军神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让您吃闭门羹？小兰，你的傲心终究还是太重了。你出生在夏府，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，可你不该因此轻视天下人。你须知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爷爷，可他才17岁啊！您真相信他能治好您的病？那你可知道，当年我以3000铁骑打破唐国3万兵力时，我是几岁？那时候的我不也才17岁？还有当今丞相，12岁金榜题名夺下状元，14岁便成为太子师。当今圣上的3皇子，5岁觉醒太阳灵根，16岁领悟剑意，成为剑道宗师。他们不也是年少成名？这怎么能比？他们都是经才绝业之辈，那小子岂能与他们相提并论？那我们就说回这个少年陈峰。10天前，他打败了剑魂之体陈天狼。你可知，在1个月前，他还是蛮山镇的一个傻子，没有任何武道基础。傻子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半个月前才开始修炼，仅仅半个月，便从毫无基础的武道废物，成长到现在的宁海境4重天。你还会觉得他是个简单的人物吗？孩子，相貌与年龄永远不是衡量能力的筹码，你终究是错了。爷爷，江姐姐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侮辱陈峰先生的，求求你告诉我他的房间在哪儿，我想跟他道歉。他就在里面，不过他愿不愿意见你就是他的事了。多谢江姐姐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。陈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先生，恳请先生责罚我。只要先生能为我爷爷治病，无论任何惩罚，我都接受。先生2字我担不起，这病我说过不治就是不治。出去，别妨碍我修炼。只要先生能治好我爷爷，我夏芷兰愿意答应你任何要求，哪怕是给先生当牛做马、做奴做婢，我也绝无怨言。我不稀罕，我再说一遍，出去。那可是夏家的大小姐啊，居然在这里跪了2天2夜。看来他是真的把那位陈先生给得罪狠了。堂堂将门夏家，竟然会做出这般举动，那个叫陈峰的少年还真是不简单。小姐，这影响是不是有些太大了？无妨，只要不在云船上闹事，随他们去。我倒想看看这少年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少爷，那个姐姐好可怜啊，她都跪了2天了，一滴水都没喝，要不您就帮帮她吧。罢了。先生，去拿纸笔给我吧，我写几种药材，等到了皇城，你帮我去把药抓来。多谢先生恩典。先生，纸笔来了。这是药方，总共10副药，1天1副，每一副熬成1碗汤。
顺序绝不可错。先生，这药方上的药，鹤顶红、断肠草、幽冥雪莲，怎么全都是见血封喉的毒药？常人喝下必死无疑。我爷爷现在的身子怎么撑得住？北疆尸毒号称天下剧毒，常规手法根本解不开，必须以毒攻毒。这些药材虽是剧毒，却有着克制尸毒的奇效。先用毒药将尸毒从心脉中驱逐，剩下的余毒我自会出手。先生大恩大德，夏芷兰铭记于心。今后先生有任何差遣，夏家万死不辞。好大！先生刚来皇城，若无落脚之处，可先到我夏府休息。住的地方已经有了，10天之后，我会去夏府解开你身上的剩余毒素。好，劳烦先生了。先生第一次来皇城，不知此行有何打算？老夫对皇城颇为熟悉，那玲珑玄黄池的位置，老夫倒是知晓一二。哦，夏老前辈知道玄黄池的位置？看来老夫猜错了。以先生的绝世剑道，老夫本以为您是为了皇室举办的剑道茶会而来。剑道茶会，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先生，剑道茶会是皇室发起的剑术交流盛会，云集了宁国各大顶尖剑术大师和天才，凡是学剑之人，基本都不会错过这等切磋领悟的机会。学术交流罢了，没兴趣。我就是为了玲珑玄黄池来的。先生怕是要失望了。玲珑玄黄池坐落在皇城以北，常年有各方势力重兵把守，即便是老夫也无法靠近半步，唯有通过玲珑大会的角逐，胜者方可入池。不知先生是代表哪一方势力参战玲珑大会的？丹楼。丹楼？先生，丹楼主攻丹道，武道底蕴极为薄弱。往年玲珑大会，丹楼几乎垫底。您若代表丹楼参战，怕是连一个有力的队友都找不到啊。没事，我一个人足够了。距离玲珑大会还有2个多月，趁这段时间，必须将九龙灭神诀的第一心法彻底练成。失败了吗？龙族肉身号称太古最强防御，若无天才地宝辅助，单靠灵力汇聚，终究无法长久维持。再来！成了，不过这还未达到金刚不坏的完美境地。看来那玲珑玄黄池，我是势在必得了。江阴，听说你从外面带了一个野男人回来。夫人，难道我就不能有朋友吗？你是江家大小姐，别忘了你另一个身份，你是户部尚书家小公子魏过门的妻子，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魏过门的妻子，这是什么时候签下的婚书？我怎么不知道？10几天前我替你定下的。户部尚书家位高权重，你能嫁过去，那是你的福气。福气？那小公子纨绔成性，当街强抢民女，你们不过是看中了他的家世，想拿我换取家族利益罢。这婚，我是不会承认。放肆！江阴，你别忘了，你身上的怪病还需要家族花重金替你寻访名医。若是没有家族，你必死无疑。我身上的病，以后就不劳烦夫人费心了，我自己会解决。至于那份婚书，只要我没签字，它就如同茅厕里的废纸，毫无价值。告辞。这是剑雨阁送来的邀请函，秦如月邀请你参加3日后的剑道茶会。你才来皇城几天，他们对你的行踪竟了如指掌。看来他们很关注我呀。秦如月毕竟是我的学生，他估计没有太多恶意，只是单纯邀请你切磋剑道。你把别人当善人，
别人可未必心善。这剑道茶会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陈公子，宝儿姐她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今天带宝儿去皇城外逛街，一转眼人就不见了。我们在她消失的巷子里只找到了这个。剑雨阁现在也喜欢搞这种不入流的手段了吗？陈峰，未必是剑雨阁干的。我说过，只要是我身边的人遭遇不测，我都会算在剑雨阁头上。他们不是想让我参加茶会吗？我如他们所愿，只是那代价，希望他们承受得起。比试结束，居高名胜。下一个，剑皇大人的高徒果然名不虚传。这居高明才拜入您门下2年，便有如此实力。这次茶会最大的焦点，非他莫属了。不过是些自身努力换来的微末伎俩，在预料之中罢了。林兄，你们丹楼今年怎么如此安静？收揽的那些天才，怎么没见一个下场比试啊？我丹楼的天才都在钻研丹方，对于这种打打杀杀的茶会，自然是不屑参加的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勉强了。只希望丹楼能越来越好，否则今年的玲珑玄黄池又得归我们剑雨阁所有了。你现在下定论还太早了点。怎么，真没人了吗？堂堂丹楼，连个敢拔剑的人都找不出来。不看了，回去，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林老兄，这就走了？林前辈，这就走了？陈峰，你还真敢来送死！我的人丢了，今天剑雨阁若不交人，在座的各位就都别想站着走下这茶阁。林前辈，宝儿失踪了。什么？你放心，老夫立刻发动丹楼所有暗探，将皇城翻个地朝天，也要把人找出来。多谢。小子，你当这擂台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吗？你的对手是我。我不跟你打，你太弱，自己滚下去。秦如月，滚下来！狂妄的杂碎，给我死！宁海境5重天，短短几天，他连破了3重境界。我来杀他！你正处于画像境突破的瓶颈，不宜生死战，让廖宇去。师姐放心，我来亲手宰了这小子。小子，让我来做你的对手。秦如月，下来。我会把你剁成肉念！陈峰，快动手打断他！去死吧！结束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想杀我，你还太嫩。住手！
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命令我？太刚一折，此子剑气中透着太古洪荒般的杀伐果决，今日怕是不能善了了。下一个，欺人太甚！中天特来请将。天法炎龙，这等顶尖灵根，威力足以分山除海。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宁海境五重天，一剑秒杀画像境五重天，跨越整整一个大境界。还有谁？狂妄！我来会你！水之柔，那便以力破之。小辈，你找死！老狗！五行祭诀，这是五行杂灵根的异象。一个废物灵根，也敢杀我剑雨阁这么多徒弟，小杂碎，受死！小杂碎！林朝哥，你还要护他？你们丹楼想撕破脸皮，与我剑雨阁一决死战吗？这个人是我丹楼的副楼主，你这老东西想以大欺小，我丹楼绝不同意。你们剑雨阁若敢开战，我丹楼誓死奉陪。三殿下，两位前辈，请收手，宁国不能乱。三殿下，是剑雨阁玩不起，想以大欺小。殿下，我只要陈峰死，他若不死，我剑雨阁威严何在？你死，宁国安宁。三殿下，比2年前更强了。正常，陈峰虽是难得的奇才，但受限于五行杂灵根，成长终究有限。太刚一折，他不死，剑雨阁不会罢休。为了宁国安宁，他必须死。居然能挡住我一击，不过本王要你死，你就必须死。陈峰，陈峰！我的太阳灵根竟遭到了压制！
门。此事与江氏一族无关，若不想给江家招来灭顶之祸，最好别惹事。他的灵根竟然能死死压制我的太阳灵根，这小子绝对不是什么五行杂灵根。既然如此，此子断不可留！住手！他不能死。夏芷兰，军神府的夏大小姐，夏府一向中立，怎么会为了一个宁海境的小子出头？为何？不为何，他不能死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夏府的意思？这是夏妃娘娘的意思。倘若我今天一定要让他死呢？想让他死，便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夏妃娘娘的面子，本王给，但仅此一次。算你们走运。1月后，玲珑玄黄池归属战，老夫倒要看看你们丹楼还能活下几人。走，好好珍惜你为数不多的余生吧。江小姐，陈公子，何事如此慌张？宝儿在集市上被户部尚书家的公子王刚抓走了，说是带去了清华阁。江阴那个贱人，竟敢当众推了本少爷的婚！真以为有云海学府撑腰，我就动不了他？今天本少爷就先划划你这张脸，再把你卖去幽冥黑矿做一辈子苦役，我倒要看看江阴会不会心痛。你这个坏人，少爷和江姐姐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少爷，那个宁海境的废物陈峰，他要是敢来，本少爷连他一块儿。江阴，陈峰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踹本少爷的门！少爷，你动手，还是我动手？我来吧。动手！你们敢动我一根汗毛试试？我爹是当朝户部尚书，动了我，你们绝对死无全身！户部尚书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死。江一，你别忘了，你我之间还有一纸婚书，你今日若是动我，便是弑夫。弑夫？那份婚书我从未签过字，何来弑夫之说？你仗着家世，在皇城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，今日便是你罪有应得。贱人，老子跟你拼了！我是在救你。陈峰若出手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。走吧。刚才应该让我来，直接宰了，找块地埋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以为这是在生死擂台？皇城脚下，大庭广众杀朝廷命官之子，会惹来禁卫军的无尽追杀。废了他，已是我能做到的极限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户部尚书可不会善罢甘休。无妨，我自己会处理好。江家虽不待见我，但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有事可以找我。接下来，我去丹楼看看。好。先生，10日之期，芷兰在夏府恭候先生大驾。
为我爷爷驱除余毒。10日内，我会去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起来吧，出去这一趟，看清了什么？剑与阁与丹楼积怨极深，水火不容。但他们斗得越狠，对我皇室越有利。在百万铁骑面前，这2大势力弹指可灭。继续。儿臣真正忌惮的是夏府。夏问天虽交出兵权，但在军中威望无人能及，8成将官皆受其提拔。若他一声令下，半数兵力必将倒戈，这才是皇室最大的危险。夏妃出身夏府，站为夏家朕意料之中，但朕没料到，他这张底牌竟会这么快就浮出水面。这也是儿臣最疑惑的地方。夏问天一生运筹帷幄，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夏妃娘娘出面的时机太早了。思来想去，唯一能让夏府不惜暴露底牌、倾尽人脉去保全的变数，只有一个人。谁？那个叫陈峰的少年。他的身上绝对藏着足以颠覆宁国格局的惊天秘密。父皇，那个叫陈峰的少年，儿臣试探过了，不过是宁海境初期的修为，放眼皇城，连3流都算不上。夏问天不惜动用夏妃娘娘这张底牌来保他，实乃一部废棋。哦，废棋。若是你来执掌夏府，你会如何？若是儿臣，定会继续坐山观虎斗，让剑与阁与丹楼拼个你死我活。夏府只需冷眼旁观，夏妃娘娘便是夏府在皇宫中最隐秘的支柱。为了一个毫无背景的少年暴露底牌，夏问天终究是老糊涂了。你只看到了夏府暴露了底牌，却没想过夏问天这半年来四处求医，为何在半个多月前突然闭门不出？儿臣以为他是自知大限将至，准备等死。不，他不是在等死，他是在等活。只有一个原因，能让他不惜将夏府置于风暴中心，也要死保那个少年，因为那个少年能解开他体内的北疆尸毒，那是他生的希望。父皇，这怎么可能？那是无解之毒。父皇棋艺精湛，儿臣自愧不如。不是朕棋艺精湛，是你棋风激进，你只盯中新猛攻，却忽略了全局的隐脉。夏问天一生征战沙场，杀过的人比你见过的还多，他的眼光与筹谋，岂是你一句老糊涂就能定论的？执棋者最忌讳的便是目光短浅，看清天下人。儿臣受教。朕罚了，你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心思聪慧，天赋绝顶，可终究还是有着年少自傲的心性。陛下，3殿下毕竟还年轻，假以时日，定能领悟陛下的苦心。慢慢来吧，继续研墨，朕要你一封旨。3殿下，您是说您的太阳灵根在那个陈峰面前竟然遭到了极致的压制？不错，我探查过，他体内五行气血杂乱不堪，分明是最低劣的五行杂灵根。可偏偏我的太阳烈焰在他面前，竟犹如臣子遇到君王，无法寸进。丞相博览群书，可知这世上有哪种灵根看似五行杂乱，实则能凌驾于太阳灵根之上？老臣曾在古书的残卷中见过寥寥数笔的记载，确实有一种体质与五行杂灵根极其相似。是什么？五行均衡，以道连为底，天生亲近大道本源。那是当年先天道地的无上体质，五行先天道胎。但这绝不可能，先天道胎万年难遇，且只存在于灵气浓郁的上位阶。若他真是道胎，怎会修炼10几年才宁海境？定是老臣猜错了。丞相说的对，本王的太阳灵根才是宁国最强的存在，一个废物也配生道胎。好漂亮啊！这简直比皇宫还要气派。哈哈哈哈哈！放眼整个宁国，除了皇室与圣龙商会，就属我丹楼的底蕴最为雄厚。小子，怎么样？我这丹楼还入得了你的眼吧？笼罩丹楼的不是普通云雾，而是实质化的灵气。这附近
布下了2级聚灵阵。好小子，果然识货。这是老夫当年花重金请来顶尖阵法师布下的2级聚灵阵，这等待遇天下少有。哼，真有钱，丹药、灵阵、银子全都不缺，武装到了牙齿，就这等底蕴，居然还能被剑雨阁打成那般窝囊的模样。丹楼的那些天才，都是吃干饭长大的吗？之前那些小辈丹道天赋绝佳，但武道确实差了些火候。不过这一届，老夫新招揽了几个不错的苗子，你若见了，定会改观的。你说的那些不错的天才，人呢？怎么了？是有滴血吗？这个死胖子！呸！呛死老子了！死胖子！老夫告诉过你多少次，别在这主殿里炼丹！你看看老子花了10万2白银建的大殿，被你炸成什么样了！老头子，你急什么？不就是毁了一座修炼殿吗？老子又不是赔不起！哼，拿出1万两，否则这事儿跟你没完！新面孔，你们好，我叫孙小天，他们都叫我孙胖子，我是这丹楼的副楼主。副楼主？我能问一句，这丹楼到底有多少个副楼主？算上我的话，目前有6个了吧？胖子，你刚才又在练那什么3文回灵丹？老夫早就说过，你那张丹方是错的，你偏不信邪。我的丹方绝对不可能有错，那是我爹从一处上古大能的墓穴里拼死寻出来的原版残卷。我一直严格按照丹方上的药材配比炼制，怎么可能会错？这股焦糊味中夹杂着一丝极寒的冰灵之气，你的丹方确实没问题。听见没，老头子？我就说丹方没错。丹方没错，但你的炼制手法错得离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一个外行，敢质疑我这个3品炼药师的炼丹术？天元草、秦林木、3生葵、5香花、赤玉果，外加2株极寒的冰灵草，这是3文回灵丹的完整药材配比。只可惜你在融合药液时，那2株冰灵草放慢了半个呼吸，极寒与极热冲突，必炸无疑。放慢了，你先等等，这3文回灵丹的丹方我从未外传，你怎么会知道全部药材的？闻出来的。你也是炼药师？那你倒是说说，冰灵草怎么个放慢法？冰灵草蕴含冰灵之气，用于平衡秦林木的狂暴高温。你放秦林木燃烧了1炷香后，才放入冰灵草，那时炉温已至极点，冰灵之气根本压不住，自然炸了。阴阳两极讲究平衡，阳过盛则炉毁，阴过盛则丹废。你连最基本的药理相生相克都没悟透，炸炉是必然。怪不得我每次降温就无法凝丹，提温就炸炉。唉，原来症结在这里。不仅如此，3文回灵丹主在恢复灵力，你用冰灵草是对的，但若换成冰龙仙，效果会更好。冰龙仙，它确实能增强恢复速度，但熔点太高，若是强行提温，会烧毁其他药材的药力啊。丹方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将冰龙鞋作为第1道药材，8分火淬炼，待其融化，再入其他药材相融，有何不可？杨过胜曾用更阴之物，这是当年北玄剑帝独创的炼丹理念。这少年简直是活着的丹神！我操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绝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走，今天我做东，皇城最好的酒楼，随便你挑。吃饭不急，偌大一个丹楼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还有5个副楼主呢，他们去北登山脉深处寻那地心炎龙涎去了，算时间也该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。秋心，你们遭遇了成年期的地心炎龙鳄，东西拿到了吗？心不如命。真的是地心炎龙炎，这可是通天境巅峰妖兽的半生至宝啊！有了它，我便能一举突破通天境。秦如月，我姐姐的血债，我柳清溪定要在玲珑大会上亲手向你讨回来。我的亲娘啊！你们还真猛！通天境巅峰的妖兽半生叶，居然真被你们抢回来了！没别的法子，雇佣了一批强者围剿，死伤惨重，代价着实巨大。活着回来就好。老夫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峰，我新招揽的副楼主。木深，以后请多指教。
谭松、半妖，以后请多指教。陈峰，宁海境五重天。林前辈，我知道您想迎剑宇阁，可是我们终究不能拉一个无辜之人来送死。我说这些话不是在打击你，宁海境五重天确实太弱了。为了你的小命，离开丹楼吧。你留在这里只会成为我们的累赘。我少爷不弱的，他很强。剑宇阁的天才更强。秦如月，天骄榜第8，剑士圆满画像境巅峰，获选与天骄榜第6。通天境领悟剑意，一代剑道宗师。沈苍天骄榜第5，通天境剑意大成剑道大宗师。这3个人足以杀穿任何势力的年轻一辈，所以你不该留在这里。其实我也不弱的，真的。想找死，随你。陈峰，你别介意，他姐姐就是在上一届的玲珑大会上死在了秦如月的手里。他与剑宇阁有着血海深仇，只是不想看你白白送命罢了。血海深仇吗？巧了，我也有。玲珑大会不足2月，那些天骄一心向武，境界极高。我若想以绝对的姿态碾压，必须将肉身锤炼至极致，铸就完美根基。给我娘！小子，我可提醒你，这瀑布经过我丹楼特殊改造，冲击力提升了数十倍，下面的寒潭更是犹如千年冰窖，在里面修炼，弄不好是要伤及灵根的，坚持不住，立刻退出来。我知道。丹楼内那么多修炼福地，天灵池、慧灵阵，你哪个不选？偏偏选这个快荒废的绝地，你是有受虐倾向吗？冰寒刺骨，没有罕见的天才地宝，就只能用最原始、最残酷的方法来锤炼这副肉身。九龙灭神诀！小子，快退出来！这力道足有3000斤，你扛不住的。再来！居然在里面生生扛了1个时辰，真是个喜欢乱来的怪物。天人合一，这怎么可能？论武状态退出了，这寒潭的寒气竟也顺着毛孔切入血肉，痛楚比之前强烈了数十倍。宁海境6重天，你入坛前才5重天，短短2个时辰，你竟连跨了1个境界。侥幸进入了顿悟状态，顺势突破罢了。侥幸顿悟，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武道至高意境，在你嘴里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真是个妖孽。回吧。境界已彻底稳固在宁海境6重天，断皮境也隐隐摸到了大成的门槛。峰哥，修炼了这么久，不打算出门放松放松？再过不到1个月就是玲珑大会了，你不去炼丹修炼，还想着出去玩，想在大会上被人打死？峰哥，你误会了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
圣龙商会1年1度的大型拍卖会就在今天开启，1年就这一次，皇城的大人物都会去，指不定有什么绝世好宝贝，咱们去瞧瞧吧。少爷，你这丫头想去？如果少爷想修炼，宝儿就陪少爷在院子里。罢了，苦修10日，也该去见识见识这宁国最大的商会了。走吧。陈峰兄弟，你们这也是要出门？木哥，今天圣龙商会大型拍卖会，我拉着峰哥去碰碰运气。其他的拍卖会我们自然不感兴趣，但这圣龙商会1年1度的盛会可不一样。听说去年的拍卖会上，曾经压轴出过一枚7品丹药，那可是轰动了整个宁国。7品丹药，7品丹药吗？有点意思。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丹楼的丧家之犬，装什么清高孤傲？你姐姐当年死在我们秦如月师姐的剑下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你这当妹妹的，今天大摇大摆的跑到皇城来，是急着去地下跟你那短命的姐姐团聚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不许你欺负刘姐姐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？找死！清心，冷静，这里是皇城坊市，严禁私斗。只要你先动手，皇城禁卫军立刻就会将我们拿下，到时候连玲珑大会的资格都会被取消。他们是故意激怒你的。怎么拔了剑又不敢刺？一群只配炼药的窝囊废！有种你动我一下试试！老子今天就站在这里让你砍！你是谁？想替人出头？这是1万两白银，我要买他的人头，让他永远闭嘴。谁敢接，这钱就是谁的。你疯了！老子是剑雨阁的人，谁敢动我？2万两，想砸碎你给老子闭嘴！3万两，疯子！你们这群疯子！5万两。现在知道炼药师跟普通武者的区别了吗？炼药师有钱，我们随手炼制的一颗丹药就能换来你们几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。想跟我们斗，我们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，用钱就能把你们砸死。好一个重金悬赏！我剑雨阁真是小看你们丹楼了，仗着几个臭钱，当众残杀我剑雨阁弟子。今日你若不死，我剑雨阁颜面何存？杀我剑雨阁的弟子，今日你就拿命来偿还吧！我见过很多不要脸的，但还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。你们挑事在先，现在反倒装起受害者了。废话少说，死！宁海境6重天，你的灵力怎么可能与我抗衡？一起动手，宰了他们！出了任何事，有剑雨阁担着！杀！滚开！该死！你在画像境7重天，哪来这么恐怖的肉身力量？半妖之体，小杂碎，老子宰了你！你怎么可能？住手！你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杀你全家！我剑雨阁追杀你到天涯海角！威胁我？来呀，谁怕谁！老子将你碎尸万段！休想！这不可能！他在剑道上竟然压制了我！
给我死！一剑星光。输了，我认输，别杀我！认输，生死战，一句认输就能保命。赵师兄，一起上，为赵师兄报仇！砍了他！群殴，来啊！这群乌龟王八蛋，真以为我们单狗好欺负吗？上！今日定要灭了丹楼！上！灭丹楼？就凭你们这群杂碎也配？剑雨阁3大剑道宗师之一，梅长岭。小辈可曾听过宗师不可辱？既然你父母没教过你规矩，今日本座便替他们收了你这条贱命。放开他！蝼蚁之光，也妄图撼动神藏境的底蕴。今日，本座便先捏碎这个胖子。放手！很好，本座堂堂剑道宗师，竟被你一个五行杂灵根的废物伤了！小杂碎，给本座下地狱去吧！老巫婆，真当我丹楼没人了吗？小的打不过就出来老的，剑雨阁的脸皮老子算是见识到了。来，你要打，老子陪你打。天彪，你非要为了这个小杂碎与我剑雨阁开战吗？这里是皇城，是天子脚下，两位神藏境当街私斗，是当皇城执法队不存在，还是没把皇室放在眼里？我们走。你这老鬼，是不是闲着没事做，净给老子找麻烦？老萧，这可不怪我，是那老婆婆先动的手。罢了，叙旧以后再说。走，圣龙商会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咱们去见识见识。小子，今日你虽然斩了赵树，但切莫以为剑雨阁就这点底蕴。哦，赵树不过是剑雨阁用来试探的踏脚石，真正恐怖的是霍玄宇、秦如月、沈苍那几个怪物。他们如今皆在闭关，等玲珑大会开启时，他们的实力绝对会超出你的认知。闭关吗？希望他们出关时能给我带来点惊喜。走走走，别聊那些晦气的人了。这圣龙商会1年1度的拍卖会，可是宁国最大的销金坑，咱们快进去占个好位置。不必理会那个老巫婆，借她10个胆子，她也不敢在圣龙商会内动手。这里的底蕴，连皇室都要忌惮3分。峰哥，你看第一排，今年真是活见鬼了，连那些平时不问江湖事的朝廷大员都来了。左边那个是户部尚书王文禄，右边那个温润如玉，像个书生一样的中年人，是江家家主江洞庭。
他可是手握重兵的儒将。江阴废了户部尚书公子的林海，这两家已是死仇，如今两人却同坐第一盘，这皇城的朝堂真是诡异。往年拍卖会，丞相这种文臣从不参与，今日群雄汇集，这次的压轴拍物绝对是惊世骇俗之物。诸位贵客，小女子温诗璇，天为圣龙商会会长之女，也是本次盛会的拍卖师。感谢诸位捧场，诗璇可以向各位保证，今年的压轴之物定会让诸位觉得不虚此行。